大家好，我是劳拉。在等了差不多20天以后，我终于迎来了 Airbnb 的裁决结果。Airbnb 拒绝了这位房东的无理的要求，所以结果就是我无需赔偿。但是我赢了吗？我认为也不是。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听我一一道来。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可以点击我的主页查看上一个视频。这位房东提出的无理索赔，从开始的金额194.41美元，一直到我最后的什么都不用赔偿。这个期间，我经历了多次的申诉，多次的提供证据，包括我入住公寓时拍摄的视频，还有很多的照片。到最后 Airbnb 是认为说我对此无需负责，所以关闭了他的申请。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Airbnb 处理的时候的截图，这里面包括了我多次申诉，但是有的视频证据我是从邮件提交的，因为在 Airbnb 上是无法提交的。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这位房东的做法。你说他不懂法吧？他是一位90后的律师，那他应该很懂法吧？可是为什么他又提交伪证，并且恶意欺诈我呢？他明知道我没有动过那床毛毯，从我提交的视频和照片，大家都能看出来我没有动过那床毛毯，他依然要我赔。那个马桶配件就更离谱了，那个马桶配件它是在马桶水箱里，而且他叫来的水管修理工当着我们的面跟我们说，这个配件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他会打电话给这位房东说清楚。这位修理工是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这个配件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依然说是我们造成的。他提交的索赔的床单和浴巾的照片远远高出了他的实际价值，而且他提交的照片跟他公寓内的那个照片完全就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还这么做？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他缺钱吧，他是一位律师，照理说这个职业不应该缺钱呀，而且他还有这个公寓在出租，那他到底缺的是什么呢？我想看过这件事情，了解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应该自己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好了，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我离开公寓时拍摄的，我入住公寓时我也有拍摄，在我上一个视频，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到，在我离开时候，我拍摄的这个画面中，这个毛毯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和我入住当天我拍摄给房东的毯子当时的状态是没有区别的。当时毯子就是这样，我离开的时候毯子依然是那样，我真的是从来我没有碰过它，我没有动过它，我当然也不可能使用它，在那么热的天气。我们离开公寓的时候，就和我们以前入住 Airbnb 一样，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包括垃圾我们都已经倒了。当我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房东会让我来赔偿这条我从来没有动过的毛毯，所以画面很快我也就略过了。不过好在我拍摄的这个视频和那些所有的照片都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碰过这床毛毯，所以视频和照片的证据是有用的。在被这位房东恶意欺诈以后，我做出了我的第一个关于这件事的视频，放到了油管上。这也是我们留下的糖和盐。做这个视频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在 Airbnb 的 App 上是不能提交视频证据的。当时我很怕我说不清楚，况且我有大量的视频和照片的证据，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视频来说明这个问题。结果呢，这位房东竟然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下了一条评论。那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他？当我一看到那个评论，我就知道是他。为什么呢？首先，他发出的这条评论，第一，他是质疑我为什么要在入住的时候拍摄视频。我回答了他，我说入住的时候拍摄视频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我有一个 vlog 频道，所以我会分享我的生活。现在我们是在旅行当中，每一个入住的民宿我都会拍摄视频和照片。
当时我拍摄的时候，我并没有想着说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而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要做我的旅行视频嘛，这只是我的一个记录方式。他看到我提供的这些证据，他无法反驳我的时候，他质疑的是我为什么要拍摄视频。OK， 好了，我们走了，我们进不去了。第二，他说房间里没有空调是在说明里就写了的。对，他说的没错，他的说明里确实写了房间里没有空调，但是我在上一个视频里我也没有抱怨过这件事啊，我只是说房间里只有一个风扇，在这样的高温下，我不可能使用那一床毛毯。那么我说这个房间没有空调的事情，我是在哪儿说过呢？我只是在跟他的沟通里提到过。那这个来提交这个评论的人不是他又是谁呢？而且他很可笑的一点是，他在 Airbnb 的头像是他的正面，他的这个油管小号的这个头像是他的背面。难道他认为这样我就看不出来是他了吗？哎呀，我真的是，我为这个智商有点着急，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一个90后的律师吗？我真的是，然后他接着做了一件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去跟 Airbnb 的工作人员说我在油管上发了一个视频，让他们叫我来删除视频。Airbnb 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我，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联系的画面。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非常生气。Airbnb 的工作人员当时那个语气，在我看来是一种威胁，要我删除我的视频，并且有可能会删除我的 Airbnb 账号。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生气，我在想说 Airbnb 你支持的不是事实，你现在就是在偏心的袒护这位房东。这就是当时我和 Airbnb 工作人员争论的画面，一直到最后他理解了我，并且他也不再要求我删除视频。我想这位房东是在利用 Airbnb， 他想利用 Airbnb 的政策来敲诈我，但是 Airbnb 现在已经拒绝了他的申请，不知道他作何感想呢？他了解的政策真的是会袒护他来敲诈我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是 Airbnb 也做了一件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我给这位房东写了评价，我都是如实的说了发生过的事情，并且我提交了照片的证据在我的评价里。我觉得我这个评价写的非常详细，不过后来被 Airbnb 给我删除了。我为此找到他们理论，在经过换了很多个人，并且多次的沟通以后，最后 Airbnb 中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删除我的评价是因为我在评价里写了这位房东的地址，可是我并没有写过。他说提到周边的信息也不行，那我提交的这个周边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一个超市，这个超市在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有，并且一个国家有多个这个超市。就这么打比方说吧，这就相当于，如果你住在北京，我说你们家离北京沃尔玛有20分钟的走路距离，那请问你通过我说的这句话，你能判断出我说了你们家的地址吗？Airbnb 就是以这种理由删除了我对他的那么多字的评价，所以这位房东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在他的评价当中，他现在依然是超赞房东，高分评价。那么这么看来 Airbnb 的超赞房东的含金量是多少呢？我是否该信任呢？ Airbnb 并没有删除他对我的评价，包括这个评价里说我损坏了他的马桶配件，而据 Airbnb 做出的裁决已经证明这个马桶配件根本不是我损坏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关闭了这个申请，但是他们依然允许这个污蔑我的评价存在，并且说这是房东的想法，是可以的，他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我的想法呢？就因为我说了房东的公寓离超市有22分钟的走路距离，而我就失去了评价的权利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这句话不对，那么你可以删除这句话，而不是删除我所有的评价。你们这么做公平吗？我个人是从来都是秉承着一种说不要以点盖面的去评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国家、一个公司。Airbnb 上的很多房东，绝大部分的房东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人是我遇到过最奇葩的一个人，他不能代表 Airbnb 上的其他房，但是 Airbnb 在处理事情上真的就没有再进步之处了吗？这件事情它真的公平吗？ Airbnb 上又会有多少这样名不副实的超赞房东呢？好吧，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劳拉，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